Hello， 大家好，我小钟啊。提到索马里，你会想到什么呢？海盗、绑架、恐怖袭击，还是黑鹰坠落？这里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从1991年到现在的30多年间，索马里一直处在战乱之中，国家四分五裂，恐怖主义盛行，爆炸袭击在这里啊，真的就是家常便饭。没有全副武装的安保，根本不敢出门。索马里呢，也被各国列为最不建议前往的国家。在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之后，小钟买好了保险。兄弟们，咱们今天是要出发，带大家看一下摩加迪沙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大家看到小钟身后吗？都是荷枪实弹的保镖啊，兄弟们，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拍视频带保镖的。那后面2个保镖，这个费用也是挺高的，保镖加车加司机，一天的费用不少钱啊，兄弟们。所以看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小钟。在这个摩加迪沙的人口呢，大概是差不多400万。整个索马里呢，包括3个部分啊，就索马里中央政府、邦特兰还有索马里兰呢，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在2500万左右。然后这个索马里的一个国土面积呢，大概是在63.7万平方公里，和咱们青海比差不多小一点点。刚刚咱们路过了一个 checkpoint，so on the street there are many checkpoints in Mogadishu。就是因为这个摩加迪沙这边呢，是经常有一些汽车炸弹，还有一些恐怖袭击，所以呢，就没隔多远，在街上就会有那种检查点，都是警察。其实，在索马里最害怕的就是堵车，因为堵车的话就意味着人多，也是那个索马里青年党啊那些恐怖组织搞炸弹袭击的一个目标。在这边的话，逆行也是比较普遍的啊。这个国家就是秩序上来讲的话，没有那么有秩序。So this place is called the Green Ruin or Yellow Ruin? Okay. Okay. Do you know how many checkpoints are in Mogadishu? Really, I don't count. So many. Yeah. Salam alaikum. Sorry. 手速要快。对，还是。整个的感觉就很紧张啊，因为太多警察了。大家听到声音了吗？就是都是带着那种机关枪的。咱们的司机现在又出门去打点去了啊。所以咱们刚刚是经过一个检查点，然后呢，他们给他转了点钱，这就是超能力，兄弟们。So we can say most of the pickup are armed with weapons, right? Most of pickups. Yeah. Yeah, because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people inside. 就是这些建筑，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是弹孔和炮弹留下的痕迹，看起来太震撼了，兄弟们！就现在这个场景真的是让我回到了看那个黑鹰坠落时的那个场景，就建筑就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我的向导下去确认这个地方的安全呢，如果 OK 的话我再下车，如果不 OK 的话我是不能下车的。这边都是渔民啊，兄弟们，看一下这个。哦，我的妈呀！我们刚一出来就听到枪响了，我的天！其实讲真的，在这个室外拍东西特别的危险，因为很多人都盯着你的，太显眼了。而且刚刚就响起了一声枪响。小人身后呢是站了一个保镖，旁边远处还有一个保镖，就2个保镖保护我的安全。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一定要小心。Yes。你好，萨拉马雷库。兄弟们，大家看到的呢，就是索马里内战时期打仗剩下的一些残骸。这个房子也是被炸得体无完肤了。在这个摩加迪沙出来的机会特别少，因为说实在的特别的危险。然后当地有很多人呢，继续在这个废墟中生活。这个房子哪怕炸成这样了，还是有很多人住在这里面。OK。这里有很多小孩在这里踢球。There's security there. Security? Not allowed to take photo. Yeah. OK， 就在这个索马里，就是拍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真的跟那个《黑鹰坠落》里面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索马里商业银行啊，当时在内战中被毁掉的，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Something very clean. I have one question. So Somali men, do they want to be a soldier? Yeah, why not? Because it's dangerous. You know,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people, they like to fight their country. They would like to be a soldier. Yeah. So why people they choose to be Al-Shabaab? You know, Al-Shabaab is not a choice. It's another choice. It's not a choice.
it's two things. Some of them they were brainwashed. Okay. Brainwashed. Okay. Yeah, you can't classify what's good and what's bad. Okay. And also religion, maybe. You know, there is no way that religion says you have to kill the others. You know. As you said, brainwash. Brainwashed. Yeah, religion is brainwashed. Yeah, and they target the young ones like 13, 14, 15, 16. At that young age, you can't make big decisions. You know. Sometimes they force. You know, Otherwise they kill. Go to every family and they say one of your children must be part of our. Okay. So no choice. Yeah. 这全是堵的车，两边都可以走。他们的警察去看路况去了，这边又在吵架了。就在这个4公里这边呢，进去特别的难啊，检查很多，然后堵车也很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场啊，都是很多恐怖组织或者是什么的，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吧。就刚向导跟我讲，就在摩加迪沙这边也有很多叙利亚来的难民。我就在想，这个摩加迪沙为什么还有人想要逃难过来？这边的治安情况这么差，这儿有点烧轮胎啊！我的天，就进很多地方它都是需要安检的，然后外面全是对着这个防爆墙。你看，不管去哪儿都是大门紧闭，然后门口都是持枪的警卫。我身后呢是首都摩加迪苏的一个叫做哈亚特的酒店，它呢是在2022年8月19号被当地的恐怖分子给炸掉的，总共呢是死了40人，伤的人数咱就不知道了。据说这个酒店被炸掉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拒绝向这个恐怖分子支付这个保护费。另外呢，就是在当天有很多的官员啊出入这个酒店。所以成为了他们袭击的目标。你看，就很多的民房上面都有很多的枪弹的痕迹，而且像这样的爆炸呢，在摩加迪苏还有不少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酒店。One sign that Somali people has is they never give up. The hotel was damaged, and the day after the hotel was damaged, they built another. 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索马里酒店的叫做避难舱啊，就它是一个很厚的这个混凝土墙，然后里面的话，它还储了一些食用的呀、水呀什么的，作为一个紧急避难用的。像那个哈亚特酒店，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能展示这个索马里人精神的一个酒店吧。就是你哪怕炸了我的酒店，但是你没有把我人摧毁掉，那我就在对面再干一家酒店。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索马里人的一个精神吧 ，Never give up。咱们现在是走在这个摩加迪沙的老城啊。All the houses where Mogadishu get its star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们摩加迪沙索马里传统的民房啊，这些房子的历史都比较久一点了。So this is a shop for fishing equipment, nets， 这是卖渔网啊、渔具的那些店。大家可能看的这个画面跟其他非洲国家没什么区别，然后也比较平静。但其实这种平静是最可怕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些恐怖袭击、汽车炸弹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这里就是摩加迪苏最大的商场啊，摩加迪什莫。刚才我问这个阿哈迈的，我说咱们进到商场就不用带保镖了吧？他说对，因为在商场里面还是很安全的。一共呢是有3层楼，主要还是一些卖服装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是一个类似于彩钢瓦，然后加了一些钢结构。咱们现在上去看看。这边呢还有个电梯，但那个电梯似乎还没有开，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10点钟，当地人还没有来逛商场啊。基本上呢都是卖服装啊、鞋子之类的。Salam alaikum。这边呢是当地的一些服装店。VAT is 5%. Yeah. It's a good shop. Yeah. Here, people in Somalia, you use US dollar. Yeah. Before is Somalia shilling. There was Somali shilling, but now we use widely US dollar. So we have Mastercard and Visa card here. OK， 这个是一个通信公司，据说在索马里呢，他们是有5G 网络的。So this is a data price. This is dollar. It's dollar, yes. Yeah. So here, like for $10 is 30 giga. Yeah. And 405 minutes. Call 哈，还有400分钟的 call. International. And 175 for message. 所以真的还是挺便宜的，70块钱30个 G， 400分钟通话，52分钟国际，175条短信。It's good. One of the cheapest, right?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e other African country very expensive, but Somalia very cheap. It's good for people. Yeah. 看一下这个索马里的物价，一瓶可乐0.53，差不多就是3块多钱。然后一瓶矿泉水的话，差不多2块多钱。啊，这个是差不多3美金1公斤。
20块钱1公斤，还行，我觉得这边的物价还可以。这个草莓个头也不是很均匀啊，4美金，差不多30块钱。这个是6美金，40块钱。占一盒5美金，30多块钱。咱看一下这边6块3美金，这牛肉7块钱1公斤的话，749，50块钱1公斤。这个估计我一猜也应该也是来自土耳其的吧 ，Turkey。这个油也是啊，这个就是突厥语嘛，土耳其语啊，这个 TCL 的。然后这个品牌是土耳其的，就在索马里这个国家呢，土耳其有很大的存在感，他们的很多商品，吃的用的都是来自于土耳其的。TCL 的冰箱卖388，差不多2、3千块钱，3000块钱。在这边超市买东西啊，都是用美金的，然后也是移动支付。给大家看一下索马里的酒店，这个是触控的，然后这个门，我的天哪，太重了我。So we also need the password. 看一下这个安全级别，兄弟们，指纹锁啊，这在非洲很少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索马里利多 beach。虽然说看起来还不错，但是说实在的，住在这里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这个海滩前不久才发生了爆炸，港商里面的都是警察。然后大家看进来的话都要搜身，严格检查，因为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的。大家听到情报了吗 ？OK。这边呢也是有个岗亭的，上面都带着枪的。Is a bomb here? Just here. 就在8月3号呢，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是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一个炸弹袭击啊，死了有32个人。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啊，抬走了很多的尸体，兄弟们就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呢，第2天这个沙滩上又围满了人啊，这就是非洲，这也是索马里。哪怕有那么多的不幸，但是人们还是积极向上的活着。小文现在也是带着保镖。陪着我在这个沙滩上走一走，这边也是很多人都拿着枪呢，兄弟们。萨拉马列孔，这会打位置。No place, no place. Thank you. 就在这边这种人多的地方啊，一定要带着保安。但是我感觉带着这个保安也没管用啊，他要是真的炸，就肯定已经炸完了啊。索马里，就这个我的保安跟我说啊，他说在那边人太多了，不安全。让我往回走了。Very cool. YouTube. Johnny. Thank you very much. Africa travel. 咱现在要出发了，出去兜一圈。我的天哪，这个警察都下得去，你不要对着我开枪啊！ So it was by Al-Shabaab. It was bad. But why they target on the normal people? I don't know why. They just want to make influence. Just influence, yeah. To let people They are feeling that they are powerful. weak. 其实是因为最近这些年，索马里政府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还是比较大，加上联合国啊或者是非盟的一些打击，他们现在势力呢是有所削弱，所以他们在8月份呢就是制造了一起这种炸弹袭击，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告诉世人我还存在。像在非洲的话，就是这种周末哈，沙滩上都会围满很多人的，因为这个是公共海滩，不用收费的。刚刚小钟跟向导聊了一下，然后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希不希望联合国啊，还有非盟的人驻扎在这里？他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想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想被别人去支配吧，或者是去控制吧。这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心声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非洲的一些国家，它一旦出现了一些内乱之后，有外国势力的介入之后，整个国家就会变得更复杂，特别的麻烦。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索马里能够越来越好吧。至少我们这几天在摩加迪沙街头啊，的确是看到了很多新的不一样的变化。他们的建筑、他们的基建都有在发展，还有很多的他们的索马里的侨民啊，也是从国外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去进行投资。我相信他们会过得更好的。